舞台对我意味着燃烧自己的青春和热爱，我的目标一直都是第一和 C 位。准备好吧，见面机会多着呢。西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en48 的陈珂，更多精彩等你来看。今年在这个年度青春盛典当中拿到了这个 SNH48 的第6名，和这个 GNG48 的这个第2名。当时名次公布的那一刻，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就是有种解放的感觉，因为确实也在团蛮多年了嘛，很感谢粉丝们，就是一路陪我一起拼搏。这一次能拿到这个成绩，我觉得大家也是付出了很多，不管是时间、精力，还有一些焦虑的情绪，肯定也是在的。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成绩。当时你拿到名次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要抱抱他们，因为他们在台下，我就很担心他们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流泪。就很想抱抱他们，跟他们说我们是最棒的。想要给自己什么奖励呢？先睡个1天1夜，因为确实这几天连轴转，所以想好好睡个觉。那你这次成绩出来之后，有没有上网去看一下大家的评价？我会去看我粉丝们的就是一些言语，因为像有些恶评不看。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说理解也不一样。与其去担心或者去在意很多外界很多不一样的言语，或者说是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还不如就是多多去看看爱我的人此时此刻的心情。粉丝的评论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大家都觉得解脱了，就是明年终于不用再过这样子一个非常焦虑的夏天了。在这个名次公布之前，你对这个成绩有预估吗？因为一直好像我都是卡在第5的这个位置，其实跟我心目中的预期没有太多的涨幅，所以不管是5或者是6，都是在我预期之内的。跟第1名就是一步之遥，你会觉得有点小遗憾？其实这中间的一步也是有很多的因素，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很简单的一小步，上一个排名也好，对下一个排名也好，中间都是需要粉丝们去付出很多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名次都是特别的难得的，都非常感谢大家。有没有自己觉得还有哪些可以就是改进或者提升的？我觉得改进和提升就是跟粉丝们想要有更多的亲密度，更多的联系，想要有更多的巡演的机会跟大家见面。因为确实前几年的疫情偷走了我们好多时间，所以想尽可能的现在把这些空缺给补回来。那你从出道到现在，你觉得舞台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舞台对我意味着燃烧自己的青春和热爱，散发光和热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在台上看向台下的那一刻挺感慨的，可能刚出道的时候台下没什么人知道我，也没有什么人就是为我而来，但是到现在就会感受到人间自有真情在。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与感慨，一群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在舞台上你最享受的，最让你感觉到快乐的是什么？有人为我而来，翻山越岭也好，等待了很久也好，带着个好消息也好，就是朝我奔赴而来。舞台上表演本身这个会让你开心？会啊，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在台上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私底下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活泼的性格，但台上呢，我们可以去演绎千百种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和享受的事情。你平常会比较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我喜欢的类型可能就是比较跳跃，像一些动漫的歌，或者说一些抖音的歌，或者像一些悲伤的，或者说我们团内的一些歌 ，SNH48 的所有歌曲要背歌词。我们团已经占领我一些音乐软件的高地了，对，每天都在听。准备一场演出的这种过程，对你来说，它本身是享受的。我无法去违心的说等待是不煎熬的，因为我们确实团体人太多了，所以像一个节目一个节目衔接，中间可能会有很多的空档，但是上台的那一刻是享受的，是幸福的。希望舞台上更多一点，对不对？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希望舞台可以多一点，然后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不喜欢被拘束。那你是什么时候萌生的想法要来进入演艺圈做偶像的？小时候吧，当时看电视可能我不太懂，我就觉得哇好神奇，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从这个电视切换到另外一个电视，还是同一个人？我当时小时候就说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魔法？父母对你的想法支持？
我家里人其实就是支持我快乐、自由、健康，做自己就好。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加入48这个大家庭，成为了577兄弟？当时就是因为有朋友也想报名这个，其实我当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还是来了。来了之后我就想说，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就留到现在。因为我是那种一件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把它做好。因为毕竟也来了，青春也付出了，也坚持到这一路了。明明都快到终点，中途放弃对我而言是一种遗憾。我觉得既然要坚持，那就坚持到最后。而且对粉丝而言，也肯定是比较心痛的事情，因为大家肯定要付出感情，付出了很多很多的。我就觉得也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然后一直坚持下来。那你觉得就是这条路它算是艰难吗？艰难，并不平稳，因为其中的恶意和恶评并不在少数。世界破破烂烂，但是总有人缝缝补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粉丝也救赎了我。你还记得就是当时作为练习生的时候啊，对你来说最困难、最具挑战的是什么？是怎么克服的？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多的女孩子聚在一起，大家一整天叽里呱啦吵吵闹闹。我当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到处串门，我觉得很开心，我很享受那段过程。反倒是出道之后，可能随之而来的那种压力还有一些困惑，一些迷茫，就接着一个一个冲过来了。所以其实在刚出道的时候，你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去迎接这些。并没有，我觉得没有人天生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做什么，都是一步一步自己摸索出来的。当时你有预想过是我出道可能要面对这些吗？没有啊，当时预想出来我就要出道爆红。我想的很美好，因为我是一个算是比较乐天派的。我觉得我出道，哇塞，肯定大家都喜欢我，然后会有很多的粉丝，然后才发现其实每一步走的并不简单，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的。那你记得你出道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去咖啡厅签名。就是当时我智齿肿了，我当时被公司狠狠的欺骗了，我很难过。他跟我说会帮我 P 公示照，然后那张图流传至今，算了，无所谓，我坦然接受。其实也蛮可爱的，被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这是青春的一种回忆。对。入行到现在，你的目标有发生过变化？我的目标一直都是第一和 C 位。我觉得有野心并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就是坦然的去表达自己对目标的追求，也是一件并不丢脸的事情吧。既然来到这里，肯定不会有人想浪费，或者说每一天耗日子。我既然来了，我就想要去拼一拼，我能走到哪一步。如果说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会觉得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人生没有回头路，每一步我都会接受它接下来的一个故事发展。你理解当中这个娱乐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可能48系跟大家所理解的娱乐圈会有不一样，因为我们会有自己的一套模式在运作，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好的是多了很多的舞台，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剧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空间，也有我们固定的粉丝会来看我们，然后我们还会有定期的握手会、见面会、店员等等一些活动。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毕竟还是在整个大行业里面嘛。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业都是有压力，特别是我们这个团体人又多，就像一块很大的蛋糕，大家都会想要去切一份，我们都会想要朝着更前面的位置去冲刺，所以在这个时候避免不了的是竞争的存在，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良性的竞争，大家都会说展现自己的魅力，或者说每个人的不同的性格风格特点去往前冲吧。那你觉得就是作为艺人来说你自己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心态，我心态特别好。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了，然后就会陷入自我的 emo 和那个内耗。我绝对不超过1天，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难过的时候，但是我一定要保证自己心灵的健康。我觉得我只要自己撑住，我的粉丝们就能快乐。那你怎么理解偶像这个词？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会把像我们这样子就称作为偶像，但是在我理解的偶像是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觉得偶像应该是朝着外发着光，让自己变成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对社会有帮助的人。就是像有的时候粉丝也会去做一些特别值得赞扬的事情，比如他们也会在自己领域发光发热，他们也会是他们自己领域下的偶像。
那你觉得偶像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偶像不仅仅是在台上接受到粉丝们的欢呼和爱戴，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彼此看到自己身上也有存在的偶像的特质，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这才是偶像存在的意义。那你觉得就是偶像艺人和粉丝的关系是什么？偶像艺人和粉丝关系，就我们团而言，我觉得应该是一种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一种精神依靠。因为像我们刚进来说，可能大家都是非常懵懂的，也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得到大家的一种爱的支持。我觉得爱的能量是非常宝贵的。你自己和粉丝的关系是什么？有的时候很像老师和学生，有的时候很像心情转换器，有的时候又很像家人、像朋友，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风格类型。还有什么妈妈粉，也有把当姐姐的，把当精神依靠支柱当树洞的。48岁的艺人，他其实给粉丝提供的这种陪伴和情绪价值，对他特别重要。那你觉得就是当你未来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觉得会影响你跟粉丝的相处模式？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我已经习惯了有他们陪伴和有什么事情跟大家分享的一种状态和模式，所以未来不管怎么样，我发展的越来越好，跟我和他们的关系是不会有多大的变化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很憧憬未来我们会越来越好的这件事情。说你都没有那么多时间，你觉得会有这样的问题？不会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我们现在睡觉都没时间，对，我们不缺时间。那接下来的一年啊，就是你在这个事业上和生活上有没有哪些规划？接下来可能还会有 Top 16的那个 MV 拍摄，还有很多的巡演，所以说希望可以多多的跟大家见面，准备好吧，见面机会多着呢。打了个广告，不好意思啊，是硬广。那你的规划是什么样？其实我现在想的就是，想要多点巡演，想要多点舞台上展示的机会。就是你还是更倾向于就是在舞台上面去做一些演出，还有一些线下的这种能够多跑起来去做一些巡演。对的。那如果有跨界去演戏的这个机会的话，你会考虑去尝试？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能让我自己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追求和目标不一样，我不是很想勉强我去做一些我可能做起来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是当下而言，我更希望去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未来怎么样的话再说吧，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愿意去尝试。那你觉得就是入行到现在自己身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也是心态。我以前是个玻璃心，虽然我乐观，但是我会因为外界的随意的一句话可能会质疑自己，或者以至于难受好久。但是现在我不会，因为我觉得一些负面的情绪不应该放大过于被爱着的情绪，因为这对爱我的人不公平。那你这个心态是怎么调整过来的？吃了我很多的亏然后就慢慢的看开了，因为没办法做到每个人的要求和标准，所以我就只要做好我自己，做到我粉丝们满意，做到我自己满意，做到无愧于自己的青春就够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是有没有什么人给了你很大的帮助，还是说都基本上是自我的疗愈？我觉得其实我跟我自己对话挺多的，因为其实也有想要放弃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既然都做了，那要不再撑一下，撑着撑着就撑过来了。那就是其实回头想的话，最感谢的人应该是自己吧？是，可以这么说。对。那你觉得你没有变的是什么？没有变的是我对未来的向往，因为可能很多人走着走着就会把这份热情给变淡，但我不会，我会越来越让它燃起来。你说的未来的向往指的还是说对舞台、对第一名？但是第一名这个东西的话，会不会带节奏啊？我被带怕了。我觉得大家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说随便定一个名次吧，肯定都想要去做到最好。说不想那是假的，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野心和渴望，只不过可能慢慢的也许有人会忘掉这个渴望，或者中途就走散了，放弃了。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疫情的3年，大家失去了很多机会嘛，不管是说演出的机会，还是大家看到你的这个机会。这3年你中间出现过特别焦虑的时候？
有啊，就比如像当时从创造营出来的一段时间，其实当时我是特别焦虑的，因为从一个环境跳到另外一个环境，当我适应了之后再跳回一个环境，中间我会有很长的一段迷茫期，会觉得我到底该去做什么，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我的粉丝们是不是离开了很多，或者说喜欢上了其他的成员，中间会有一个自我拉扯很久的一个过程，我也会有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其实当时是有一点想放弃的，就是因为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因为确实你离开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在成长，大家都在这个环境当中一起互相的磨合，变得更加的紧密。当时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再待着了，大家对我已经开始变得陌生。你后来是怎么度过这个阶段？也是身边有朋友陪着我，粉丝还在，就是告诉我其实有很多人支持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都在保护着你，爱着你。自己也跟自己做了很长的一段疏导的情绪的工作，就慢慢的这么走出来了。但确实有段时间我会很内耗，甚至于不想跟外界有更多的交流和对话，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是更好的。那你度过这段时间之后，就是想法或者是心态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不一样？对，就是更加知道我应该往哪些方向走，自己定制的一个未来目标和规划，和粉丝们应该怎样的一个相处。除了这次之外，你之前是没有过任何就是想要放弃的时候？也有过，16年有想放弃过，当时16年距离我进团可能也就1年左右，当时是不成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在这里怎么当偶像，我也不是特别明确，也不明了，也是慢慢摸索着学着去相处，去学习适应这一套模式。再加上可能刚来到分团作为开拓者，中间也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出现，我就很想要不放弃逃避，内心其实一个很长的纠缠。那个大概持续了多久？大半年吧，但还好我身边有我的好朋友，因为我是个艺人，我需要有大家陪我一起。那你对年纪的增长会有焦虑？我觉得女性不管多大，她都有她的魅力所在。现在大家都说不要容貌焦虑，不要身材焦虑，不要年龄焦虑，可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去制造这种焦虑。但是我想说，女孩子们就是要自信，不管哪个年龄阶段都有她的魅力所在。那你平时会让你焦虑的事情是？我粉丝他们会就是也有很多小朋友嘛，可能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恶评，他们内心会很难受，会很着急，会为我担心。有的时候我可能从一个不好的情绪中我走出来，但是他们还沉浸在里面，我就会担心他们很难过，然后他们又担心我，我又担心他们，互相替对方担心。这一点的话就会有点着急哦，然后我还会担心家里人会看到一些很不好的讯息。那如果你有这个平行时空能跟自己对话，你会跟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跟10年后的自己说什么？10年前自己，我想说，不要后悔走这条路，因为我会继承着你的愿望，会走得越来越好，所以不要害怕，勇敢走下去吧。10年后呢？10年后你一定是个富婆吧？那一路走到今天，你最想对粉丝说的话是什么？我爱你们，因为谢谢已经说的太多了，我觉得与其一直表达感谢和感激，不如直接表达爱。我觉得爱是伟大的奇迹。那你平常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干什么？不工作的时候，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在家里打火锅。负责就是准备的那个人，还是负责吃的那个人？看情况。但是我不喜欢洗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微信群里面掷骰子，谁输了谁去。最近最让你开心的3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在塞纳河的夏天终于结束了，未来我们也会过夏天，但是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不会焦虑的，非常浪漫自由的夏天。还有就是妈妈也来现场看了，见证了我关于这趟旅程的最好的一个名次。然后还有开心的事情就是和大家见面，跟大家聊了很多，也知道了大家的一些内心的想法。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还有跟你们在这聊天。其实你是一个比较愿意分享的人，很喜欢跟人交流。对，我喜欢跟人交流。那你平常也会做一些公益啊，就是我看你最近捐助，那你觉得做公益这件事情，它对你个人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能够帮助到他人，就是我有一份力量可以成为别人的一种依靠。那有没有
和想要达成的目标，在未来的1年的时间里。希望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管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下，就以至于未来可能我70岁、80岁、90岁，我都希望自己是在爱里遨游，做自己觉得值得的事情，对，去做真正的偶像，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加油！